哎！我真的会杀了你的！杀了我的后果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季家、赵家，承担得起吗？抱歉，出去了就放了你。放我走！放我走！你听见没有？把他放了！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连逃命的招数都一模一样。放我走！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爷爷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蜀红司，我已禀明刺史，需待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？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责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啊，那就打扰了。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后面也没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叫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季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季娘子傲慢无礼，
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季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宁武娘子，这苦肉计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们现在回来了，这是警官府，他不敢来这儿抓你。没想到会这样，不想那个逼你死的，我没想到他会杀人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那宁武娘心狠手辣，草菅人命，她逼你的死与你无关。阿玉，以前我觉得自己无非就是跟一些商户斗一斗，至多就是生意成败、赢钱得失。我从未想过有一日我将面临这样的敌人，他们是生命如草芥，杀一个人就如碾死一只蝼蚁一样轻松。就跟我阿爷，对了，这事没有告诉阿兄和阿娘吧？我没说，你放心。这事他们知道了，只会徒增烦恼。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那是牛景，宁副都督的女儿。是啊。宁副都督的女儿，那又怎样？她不会因为我退缩就放过我，也不会因为她是谁的女儿就此罢休。阿玉，我不能退，我没有退路，风霜刀剑都得走下去。杨警官既然救了我，我也不会食言。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那你们聊。不着急，改日吧。我接下来应该会很忙，怕是你今日不问，我会忘记的。先坐。你阿爷的事，我大略听说了原委，仔细推敲，整件事的疑点为时不少。堂堂景王，有的是谋利的手段，何必犯下这欺君罔上的罪行？这些，你可曾想过？但想过又如何？家道中落，我阿娘重病，光是谋生，便要用尽全力。即便我知道我阿爷的死另有隐情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蜀红寺我现在染不住，将来一定能染住。如此，也能报你救命之恩了。杨某拭目以待。杨警官，
家中生意离不开我，我还得尽快回去。还请杨警官帮我们准备个地方梳洗一番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安排。多谢。马车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你去送季娘子，出了警官府走小路，到了季家门口隔些距离给你车。是。多谢。季娘子，到了。听说这朱元陀没人登记造册，我这订单也签了，定金也付了，你们季家这不是害人吗？还钱！诸位，诸位，且再等一等，英英已经去取造册文书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还等什么呀？直接闯上去，拖他们去见官。走，见官去，见官，走，住手！见官去，见官。英英，哎，金英过来了。诸位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文书拿到了吗？贵叔，先把阿娘扶进去休息。阿娘放心，我来应付。晶英，当着这么多掌柜的面，你说句实话，朱元陀是不是没能登记造册？我们的定钱是不是血本无归了？对呀，是啊。诸位，朱元陀登记造册文书确实没下来，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，还请诸位稍安勿躁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的缓兵之计啊？你要是嚷不出来，交不了货，我们是要赔给买家钱的。对呀，诸位，时限未到，等期限一到，我季英英一定给你。什么时限不时限啊？你要交不出货，我们也不等了，走，和我们见官去。走，出手！朱元陀尚未登记造册，浣花染坊接了大量订单，所收定金不菲。为了维护各位掌柜的自身利益，杨警官特请孟县令派遣衙役协同办案，将季家一干人等就地羁押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以慰民心。金娘子，可有异议？交货时日未到，我季家便不算违法，也不算违约。只是，也不能不让我们出去采买换丝吧。杨警官说了，需要什么尽管拿钱拿银子，他会派人帮你们采买。如果需要西边换丝，也会派人帮你们送到浣花匕首。多谢杨警官。行了，诸位都散了吧。杨警官定不会让他跑了的。我不走，我不相信，我在这儿盯着，谁跟我一起？我跟不走，一起走，跟不走。好啊，杨警官还说了，如果有人趁机生事，也定不轻饶。娘子，咱们的人都盯着呢，保管市面上再无1两红花饼。可是我怎么听说，他们之前已经染出不少朱元陀？那些根本就不够交货的，况且他们也不敢交。那杨警官重新派去登记造册的人，是来不及回来的，既没有造册，又没有染料，双管齐下，保管季家倾家荡产。到时候，季娘子就不得不回头了。山上如何？山上恐怕暂时动不得了。
呢？这好好的。对啊，雷祖娘娘做下的绳子怎么会不见呢？你没听杨警官说呀？绳子昨夜替雷祖娘娘显灵赐福去了。各位乡亲，这神像乃是圣物，大家都找仔细一点。我相信，谁若是能找到，定会得到雷祖娘娘赐福的。还有啊，警官府在此承诺，若能找到神像者，有赏。好。杨警官，丧仗是走了，此事不会露馅。他在最好，这山里边越热闹，对咱们就越有利。虽然不知道牛五娘在这山里搞的什么名堂，只要有这些人在，他就不敢轻举妄动。咱们呢，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找他老巢。我虽然不是益州人士，但也知道雷祖娘娘在益州百姓心中之重。你与她做局，你不怕遭天谴吗？这雷祖娘娘若是真有灵的话，她就应知我所求，更该保佑我。但若她只是一宿之下，那这山里的事，便暂时由我这个凡人来护一护吧。你干什么？我先前一直以为你独断专行，有勇无谋，现在看来，是属下误解杨警官了。夸人的方式可以直接点，没必要拐弯抹角。哎，到那边再看看。是不是我拿了这个，也就可以放了莹莹？那便要看赵二郎君以后对我是否愿意以诚相待了。莹莹，怪我无能，只得用这种方式护你。我不后悔，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我跟这家人相识，不知差人可否通融一下，让我进去一叙啊？走吧，走吧，上面可交代了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不是闲杂人等，我跟他是故交。您看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你可别害我挨板子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啊，快走，快走！走吧。这哪儿来的狗，怎么把我鞋给丢走了？金娘子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已经没有好处给杨警官了。本官今日心情好，免费。杨警官，今日不举报民女，民女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去哪儿啊？找陈三郎。来吧。怎么不走啊？赵二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有急事，杨警官为了帮我才会如此。你找我可是有何事？啊，没事，你平安就好。你要是有急事，你就先去忙。马上要下雨了，赵二哥哥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杨军，哎，可算是找到你了，把车就在前面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别跟着我！喂，杨军，你别跟着我！都交代好了。行，我送你回去。可不可以再送我去一个地方？多谢。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不建议你去别的地方。我想去见一下赵二郎君。我看他刚刚脸色有些不对，他应该是有急事找我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行吧，就等我修功德了。你二人若修成正果啊，可别忘了我今日冒雨送你去见秦老的恩情了。走吧。谁呀？我是吉英英，请问赵二郎君回来了吗？哦，晋娘子啊，郎君他还没回来呢。那他若回来，麻烦您转告他，我一切都好，让他放心。好。回去吗？还是再等等？回去吧。来，多谢。坐稳了。驾。阿娘阿兄，
我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婷儿，哎，赶快去煮碗姜汤来。好。去，你看看你，不让你出去偏要出去，现在你这额头烫的都能烧水了。等一下把姜汤喝了，就赶紧好好休息啊。嗯。二郎，牛娘子来看你来了。听闻二郎君病了，还不肯看大夫，是有什么心结吗？二郎，不得无礼。无妨。二郎病着，自是心中烦闷，不喜见人。但是二郎病了，这婚期……他病得不重，想来很快就会痊愈。婚期定在了月尾，不知牛五娘子意下如何呀？但凭老太爷做主。我就不打扰了。二郎君，你可听到了？莫要辜负祖父对你的期望了。郎君好好歇着吧。我听闻季娘子也大病了一场，我得去探望探望她。你答应过我，不会再害她。郎君记错了吧？我答应的是，你若顺着我的心意，我便可高抬贵手。但郎君若是出尔反尔，破镜重圆，那我便无法手下留情了。郎君好好歇着吧。这交货的日子一到，季家迟迟却不敢开门。对，不会是跑了吧？哎，这几天天天在门口守着，跑，他能跑哪儿去啊？哎，不会是因为交不了货啊，畏罪自缢了吧？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他们死了，我的钱找谁要去？就是开门叫四，开门叫四。娘子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这领头的掌柜就是咱们的人。这可如何是好呀？不交订单是违约，交了订单就是违法。这咱开是不开呀？还是再等等吧。不等了，你跟龟说，先去后院等我。好，走，龟叔。焦司，诸位掌柜，久等了，在我家门口等了这么久，要不进去先喝杯热茶？切之不恭。走走走走，还不交费？他说没就没了。不管，不行，我得找。司呢？司呢？把司交出来！交不出来了吧？司呢？司呢？司呢？把司交出来！阿兄，把我们家的司也搬出来。好。
面每一份都标注了各家店铺铺名。各位，请验货。你怎么可能染出来？你没有红，我没有什么。总之，这朱元同定是假的，假的，肯定就是假的。诸位掌柜也是做了大半辈子生意的人，这是真是假，难道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不，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？那你怎么证明它是假的？那你得先证明它怎么是真的。你先证明它是假的，你证明它先证明它假的，是真是假？假的，不得由本官来定夺吗？勘验官，验货。是。杨警官，在下已经查明，这下的确是朱元同，不会有假。你可看仔细了啊，这可关系到各家锦户的利益，还有本官的清誉，不得马虎，想清楚了再说。千真万确，这一事不仅色彩牢固，而且色泽亮丽，是精品中的精品。我阅识无数，但还是头次看到这么好的诗啊！美人既醉，朱颜脱形，恰如其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只是让你验诗，没让你念诗。诸位既然没有异议的话，那本警官在此作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且慢，怎么了？杨警官，这未经登记造册的诗也竟敢公然贩卖，季娘子眼中可真没有王法呀！诸位拿他的诗就不怕扯上官司吗？杨警官，是否该秉公执法呀？是啊，杨警官，是啊，杨警官。那个，诸葛洪，本官近日记性不太好，你可还记得这朱元陀到底有没有登记造册啊？啊，这个，我也不太清楚了，得查呀。对，得查，好好的查，仔细的查，慢慢的查。是。那小子真能赶过来吗？快了吧，劳烦杨警官再拖延一会儿。还是娘子有远见，杨静兰果然来了，好像是有意的在拖延时间。他既敢拿皇命来压我，那我便让他看看，这益州城到底是谁说了算的地方。杨警官，你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。你急什么？本官刚到任不久，凡事都要小心谨慎。都在这等着，不是正查着呢吗？查着呢吗？这不查着呢，急啥子？杨警官，按理说这朱元陀可是你自己亲自登记造册的才对呀，怎么会记不住呢？哎，诸葛，今天中午吃点什么？该吃什么？一律东全着查。身为警官，竟然光天化日之下以权谋私，包庇罪犯。桑长史，桑长史，您怎么来了？他们都在这儿议论我朱元陀未登记造册，您快给评评理呀！桑十四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桑长史，您来的正巧，下官正在办理此案，有刁民叫嚷，还请桑长史主持局面。桑十四郎去长安看他阿姐了。你们问他干什么？哎，不会因为这点破事，你们把他也拉下水了吧？啊？是他主子请您过来的。浣花染坊违制染色，违规交易，
羁押染坊所有人员查封浣花染坊，所有赃物就地销毁。哎，不，桑长史，桑长史，请三思啊！收得好，收回。桑长史，这应该是警官的案子，您怎么抢上了？哼，杨警官，此案情节严重，关系重大，上面已将此案移交本官调查，你可有异议？这上面的人是谁啊？上面就是上面。您都是国丈了，还怕上面的人？我不过是个名头，人家是有实权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走！实行因我而起，要抓我！死不教父之过，长兄如父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不是他干的，要说抓我！什么抓我？有什么好吵的？你们一个都跑不了，给我带走！桑长史，且慢。英英，你先歇会儿，阿娘替你说。阻碍公务那可是重罪，他们不懂，你也糊涂吗？桑长史，民妇只是有几句话要讲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今日前来，并非要害我季家，而是要来取私。如今朱延陀就在眼前，眼下各位就要血本无归，难道你们就这样无动于衷吗？登记造册，分明是有人故意加害我季家。季家为景业增光添彩，何错之有？今日若我季家被抓，无人声援，日后你们再遇到其他困难，难道还指望有人出手相救吗？别说了，不可蓄意煽动他人。桑长史，民意难为，若你今日要执意烧私，恐怕会失去民心。作为父母官，你就不怕益州的百姓在背后议论你吗？是，桑长史，我阿娘说的对，季公主说的对吧？对吧？是为什么议论你嘞？既然民情如此，本官也不违背民意，这厮啊。本官先不烧了，但是人，本官今日必须带走。刀下留人！造册的文书，你一本，我一本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杨警官不是猜到了吗？本官可猜不到。这造册流程冗长，有心之人必定会从中作梗。与其环环防备，不如就留一本在明面上，任他们随意出招。那这另一本，我们就要暗度陈仓，找个人送往长安，而这个人要在长安悄悄把这件事办成。那这个人选，还真有一个。圣人口谕。喂！落花纷纷，烧却多，美人玉醉朱延陀。娘娘新得一把朱延陀团扇，手持团扇，为圣人献舞，博得龙颜大悦。圣人命宫中采购朱延陀所制蜀锦，为娘娘裁制一群。就这么多了，起来吧。
这是圣人口谕。是啊，圣人说的。你谁呀？有何凭证？若是没有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兔崽子！别说圣人口谕，你还敢要凭证？兔崽子，你喝点酒就胡说八道啊！我没。诸位，犬子喝醉了，他喝醉了。我没喝醉。既然是玩笑，那桑长史是不是该带人走了？那就带。别，大家等一会儿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呢。啊，登记造册的文书，哎，有长安盖了章的啊。这么个好东西，你怎么才拿出来呀？你圣人口谕都没有用吗？桑长史，登记造册可是成了？成了，已经成了。但看来这儿没有什么事了，还是请杨警官善后，告辞了。走。哼。其实误会一场，那就如期交易吧。各位掌柜，请验司交清余款吧。到。这是我家。哎，这我家的那个。哎呀，这我家的。你们几个要不要？扬眉吐气，一雪前耻。今日在我家设宴庆功，可好？好，就等你这句话。我安排。走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。哎，放肆！玉媛，让他上来。益州府10月9，斗鼎会。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，阿耶叫它蜀红丝。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魁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宴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1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
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督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找到蜀红锦衣一件，应该是宫中赏赐。那是我的，沙也留给我的。放开！快松手！爷爷，快松手！阿爷说过，金没了可以再吃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你放开！英英。你不能去！哎，秀媛，你不能去！阿姨，求你救救季家！哎呀，孩子家里你懂什么呀？求你了！哥也回家，哥也回家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季家一定会还的，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
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纪的讨债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潘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，让父老乡亲们看看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，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。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您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花甲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搜摊！这花甲要洗丝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个，大人护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
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，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。金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。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是颜金印马，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吓死爷！爷这个姐姐娘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！爷！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！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定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骑你家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，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使唤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后面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祸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姚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！